中国古代民间流传着一段三国猛将图：一吕二赵三典韦，四关五马六张飞，黄许孙泰两夏侯，二张徐庞甘周魏，神枪张绣与文言，虽勇无奈命太悲。三国24名将，打没邓艾与姜维。一吕即是吕布，可见在老百姓心中，他是三国时代独占鳌头的猛将，无人可以匹敌。而老百姓的这一认知，可能是受到《三国演义》的影响。毕竟在这部小说中，吕布曾以一人之力大战刘备、关羽、张飞三人。关羽和张飞的武力值是何等水平？这三人加起来居然只能跟吕布打个平手，可见吕布的骁勇善战，不愧为人中吕布，马中赤兔。然而在正史中，吕布从未杀过一个有名的大将，他一生的战绩只是在虎牢关之战中斩杀河内名将方悦，将穆顺挑于马下，在重伤垂将武安国。后来在徐州之战中刺伤了袁术麾下大将李丰的手，总共斩2伤2，无生擒。既然如此，他为何被称为第一猛将？吕布虽战绩平平，但是他的武力值堪称变态级别的。三英战吕布是演义小说中的情节，但吕布确实同时大战过关羽和张飞。关张二人联手战到30合，战不到吕布。在濮阳城下，吕布又一次同时对战曹操麾下最强悍的2员猛将许褚和典韦，此2人联手也不是吕布对手，最后迫使曹军6将围攻，吕布方才退走。关羽、张飞、许褚、典韦这4人都是三国时代的顶级武将，威名赫赫。然而他们在吕布面前，一个人根本就没有胜算的可能。除了近身厮杀，吕布还擅长射箭。《三国志·吕布传》称其便弓马，履历过人，号为飞将。论武力值，吕布毫无疑问首屈一指，但若想成为一个真正的猛将，还要会排兵布阵，统帅三军，否则就是武夫而已。《三国演义》里虽夸耀吕布的武力值和颜值，但却把他描写成一个智商明显偏低的粗人，干什么事都不过脑子。但这不是历史事实。《三国志》中记载，吕布一开始出身普通家庭，只是以勇武被推荐当官的，但他做的却是文官。吕布在并州给刺史丁原当主簿，还和长官相处得不错，说明吕布并非只会打打杀杀，而且待人接物、察言观色的情商也不低。所以吕布并非粗陋没文化的武人。汉灵帝死后，吕布随丁原到京都洛阳，参与了诛杀宦官的行动。当时并州牧董卓率凉州兵进驻洛阳欲篡权，而丁原是其最忌怕的力量。董卓于是暗中派人以高官厚禄收买吕布，刺杀丁原。吕布立即斩元首一卓，丁原所部被董卓吞并。吕布以老上司的性命换来了其都尉的官职，又拜董卓为义父。董卓对他十分信任，很快将他提为中郎将，封为都亭侯。两人的相处也十分父慈子孝。一次，吕布不知怎么惹恼了董卓，董卓竟操起铁戟向吕布刺去，若不是吕布躲得快，差点死于非命。吕布由此对董卓怀恨在心。怀恨在心的吕布决定给董卓一点绿颜色看看，就利用职务之便和董卓宠爱的一个侍婢勾搭成奸。恰好此时司徒王允正密谋刺杀董卓，便将吕布拉为同党。随后吕布趁董卓上朝之时将其杀死。王允以吕布为奋威将军，封温侯。这段历史后来被演绎成了吕布和貂蝉的爱情故事。跳出背叛的角度，我们会发现吕布的反水时机都恰到好处，为自己获得了巨大的名利。他从执金吾被提升到中郎将，封都亭侯，杀了董卓又升到奋威将军，成为了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。而且杀了董卓，他还拥有匡扶汉室的功劳，个人声望达到顶峰，俨然有后来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气象。由此可见，吕布是有政治心机的，懂得如何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。当然，在谋略和判断上，他无法与诸葛亮、郭嘉等人相提并论，但是他的心智水平也不会像《三国演义》里那样任人利用。吕布杀掉董卓后，董卓的部下李榷等人纠合一处，回军进攻长安。吕布抵挡不住，不得不率领数百名骑兵逃出武关，准备投奔袁术。吕布带着数百人在逃跑路上，还顺手剿灭了张燕的黑山贼。吕布就这么点人马，
把几万人的黑山贼给剿灭了。可见飞将的名号不是浪得虚名，其统兵作战能力算得上是上乘水平。等到吕布与曹操的濮阳之战，曹操进入濮阳城后，吕布目光如炬，很快找到了突破点。曹操麾下号称精锐的青州兵，所谓精锐是相对于黄巾军而言，本质上还是黄巾军出身，缺乏战斗力，也缺乏战斗意志。吕布用骑兵冲击曹操阵中的青州兵，果然扰乱了曹操的军阵。这次濮阳之战以曹操失败告终。正因如此，即使吕布后来被曹操所擒，也豪言明公所患不过于布，今已服矣，天下不足忧。明公将布，令部将计，则天下不足定也。当时曹操都心动了，不忍心杀他。曹操是何等精明之人，吕布如果是夸大其词，曹操不可能不知道。而吕布的骑兵统帅能力的确是高水平，所以连曹操这样麾下猛将如云的人都对他爱惜不止。最后还是刘备提醒曹操，想想丁原、董卓的前车之鉴，曹操这才狠下心将吕布一死，永绝后患。除了统领骑兵作战的能力，吕布也会使用计谋。有一次，刘备向东攻打袁术，吕布乘机袭取了刘备的驻地下邳。刘备回军后，只得憋气归附吕布。吕布命刘备驻扎小沛，自称徐州刺史。袁术派遣将领纪灵等人率领步骑兵3万人进攻刘备，刘备向吕布求救。吕布手下众将对他说：“将军，您总想杀掉刘备，现在可以借袁术之手来实现了。”吕布却说出了唇亡齿寒的道理：“不对，袁术如果击败刘备，就会北向联合泰山郡的诸将，那我们就处于袁术的包围圈中，不能不救刘备。”便集结步兵1000，骑兵200人，火速赶往小沛去救刘备。纪灵等人听说吕布率军来到，收兵不敢再攻。吕布在小沛西南1里的地方安下营寨，派传令兵去请纪灵等人见面，纪灵也回请吕布一起饮宴。吕布对纪灵等人说：“刘玄德是我的弟弟，我弟弟被各位围困，所以赶来救他。我生性不喜欢撮合别人来争斗，只喜欢排解争斗。”于是吕布命令门后在军营门中竖起一只戟，说：“诸位请看我射这只戟旁边的小枝，如果一箭射中，诸位就撤军离去；如果射不中，你们可以留下来决战。”说完举弓就射，正中戟上小枝。众将大惊失色，同声说：“将军真是天神般的威风。”第二天，大家又在一起欢宴，然后各自罢兵返回。吕布用辕门射戟，成功化解了纪灵与刘备之间的战事。他兵不血刃，达到了自己的目的，又成功威慑了纪灵与刘备双方，提高自己的威武形象，可谓一箭双雕。可见吕布既有统领骑兵作战的能力，也有一定的战术技巧。《三国演义》为了突出前期大主角曹操与刘备，对吕布在武力上极尽吹捧，谋略上却有所贬低，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。不过吕布的能力也就这个水平了，他虽有战术谋略，却没有战略规划。吕布更多的执着于个人成绩的得失，每次反叛看到的都是眼前利益，而非长远布局。董卓垮台后，吕布创业的7年就像个无头苍蝇，不知道在忙些什么。当曹操的老朋友张邈反叛曹操时，张邈找吕布联手，吕布二话不说就答应了。这波突如其来的攻势让曹操猝不及防，吕布占据濮阳，各个郡县群起响应，对曹操造成很大的伤害。曹操重整兵马，击退吕布，吕布暂时投靠徐州刘备。但没多久，吕布又发挥了背刺技能，发兵偷袭刘备的下邳城。他先投奔刘备，却2度把刘备打败。第一次，刘备向吕布求和；第二次，刘备带军投奔曹操。于是曹操带上更强大的阵容来打吕布，最终包围下邳城，活捉吕布，将吕布处斩。没有争夺天下的野心，又不甘心寻民主中心扶持，第一猛将吕布终究迷失在英雄辈出的三国时代，成为真正英雄崛起的一块光鲜的垫脚石。